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来，香港社会实现了由乱及治，社会秩序也恢复平静。但这并不代表反中乱港势力放弃了蓝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就强调，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仍然存在，风险来源包括外国势力、市民守法意识脆弱、对社交媒体欠监管等。黑暴已经变成隐蔽式行为。当天，香港警方国安处宣布拘捕9名港独组织成员，涉嫌制作爆炸品。喺尖沙咀區內一個嘅賓館呢，係搗破咗一個製造爆炸品嘅實驗室，亦都咧係拘捕咗好多嘅人嘅。嗱，呢一班嘅被拘捕嘅人士咧，其實係所屬一個嘅激進嘅港獨組織，係名叫光城者。亦都咧，佢哋係策劃咗一個嘅恐怖嘅襲擊嘅。香港警方国安处周一在多区采取行动，检获制造高爆炸性爆炸品 TATP 的器材、少量炸药及少量化工原料、大量通讯器材、气枪和一批现金。警方指，光城者年初开始活跃，组织分工精密，包括有金主，并有行动指南，策划在公共设施，包括在汽车、垃圾桶、海底隧道、铁路及法庭放置土制炸弹。警方形容计划已进入实践阶段，计划本月上旬发動襲擊。佢已經有足夠嘅資金咧，去實行佢呢個計劃。佢嗰個嘅行動咧，亦都好詳細嘅，直頭咧好似有一本嘅行動指南，每一步係點樣做，點樣放炸彈啊，跟住如何係離開啊等等嘅嘢咧，一步一步都寫得好清楚嘅。而且多次去到唔同嘅法院咧，係進行勘察，甚至係攝影作為記錄。喺鬧市之中咧，去製造一個土製炸彈嘅實驗室咧，其實係十分瘋狂啊！我估大家都會贊成咁講法，而且係好不負責任嘅行為嘅。香港警方國安處以香港國安法第24條串謀策劃使用炸彈，意圖造成社會危害活動罪，共拘捕5男4女，年齡介於15至39歲，當中6人是中學生，還有大學管理層人員、中學職員和網上平台出租車司機。消息指，大學管理層人員來自浸會大學，6名中學生來自不同學校，警方相信激進港獨組織透過網上社交平台和街站接觸他們。咁咧，我哋發現到咧，呢個小組咧就好刻意咧，係揾一啲人打算啊，就嚟離開香港嘅中學生咧，就去犯案啊，俾一啲嘅錢佢，要嚟做一啲嘅任務，並承諾佢哋咧，如果離開咗，如果係能夠做完呢個行動之後咧，係會盡快安排佢立即離開香港嘅。點解會有人會用一啲咁嘅理由去引一啲嘅青年人去做一啲咁嘅嘢嘅呢？啊，呢一樣嘢佢有冇考慮過究竟對我哋嘅社會個危害會係幾大嘅呢？李桂華還指，部分證物在被招攬的中學生的處所搜出，包括外國用的電話卡，約1萬港元外幣，不排除是讓他們逃離香港時所使用。另外，警方還凍結約60多萬港元資產。事實上，這起案件並非孤立。近期有人企圖在禮賓府縱火，特首辦事處等還收到白色粉末，以及警方在街頭截獲仿製槍支，甚至還有人在網上揚言要殺害政治人物。一連串事件為香港社會敲響了警鐘。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周二下午受訪時強調，民眾千萬不能同情恐怖分子，而是要譴責及舉報，當局會跟進調查。他說，同情者很快會變支持者，而支持者之後會很快成為恐怖活動參與人。鄧炳強也表示，不停有人挑動民眾繼續支持或同情恐怖分子，他對此感到憤怒。我哋唔單止要譴責呢啲係進行恐怖活動嘅人，亦都要譴責呢啲咧包庇佢，甚至美化佢或者淡化呢啲人。我哋唔單止要恐怖分子成為過街老鼠，我哋要呢啲支持佢嘅人呢，企圖淡化嘅人呢，都係成為我哋嘅過街老鼠。市民個個見到呢，都係要去譴責佢嘅。要清除這種恐怖主義的氧氣和養分。因此呢，對於一些這種教唆這個煽動，還有呢鼓吹的這樣一種恐怖主義的言論，它不在這個言論自由的範圍內，也應該進行堅決的取締。這也是對這個恐怖主義的這個根源啊，進行一種鏟除式的、深挖式的這樣一種反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1年以来，止暴制乱成效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他强调，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安宁、威胁市民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风险仍存在于香港。有关风险来自3方面，包括外国政客肆意诋毁香港国安法，连同涉嫌潜逃的犯罪分子等在境外兴风作浪，挑战特区政府权威，挑动港人情绪。其次，市民的守法意识因为长期被别有用心声称违法达义的歪念而变得薄弱。另外，社交媒体欠缺监督规管，长时期发放虚假消息，美化暴力，散播仇恨中央、特区政府及警队的思想，令部分人變得激進、極端，甚至做出違反人性的行為。曾經令到香港飽受創傷嘅黑色暴力，只係從一啲群眾式嘅地面活動，變為咗一啲隱蔽形式嘅個人化嘅行為，將會成為香港呢個城市嘅隱患。要應對呢啲風險，當然係需要多方面嘅努力。執法嘅部門將會繼續全力調查，令到呢啲違法者係唔可以喺法律之外，我哋一定會係繩之於法。周一，香港特區律政司還舉辦國安家好香港國安法法律論壇，邀請國內外及本地法律界精英聚首一堂，聚焦研究討論香港國安法的條文及實踐。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推進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確保全面理解、全面推進和全方位實踐，務求做到維護國安人人有責。與香港國安法同為香港未來發展定海神針的，還有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這是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實現的。接下來，香港特區將面臨3場重要選舉，首場就是9月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選民登記周一截止，本月18號會有臨時選民登記冊。林鄭月娥指，預料合資格選民約1萬人，初步了解已有超過9000人登記。換句話說，今次個選民登記率呢係會超過90%啊！咁反映咗喺經完善嘅選舉制度之下，呢個廣泛代表性同埋均衡參與呢都係受到呢啲選民呢係支持嘅。林鄭月娥周二還宣布委任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擔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另有3名官方成員，包括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以及3名非官守成員及非官方人士擔任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包括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至於3位非官守嘅成員呢，係完全符合我哋當日講嘅要求，佢哋係對國家忠誠，對香港負責，有承擔，而且3位都唔會係選舉委員會裏邊嘅委員，亦都冇政黨背景，社會地位崇高。根據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此前表示，做出這一設計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管制架構之外，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立法會議員、選委會委員都是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確保香港的管制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體現了在新的這個形勢下，這個中央的全面管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的一種有機結合，是一種新的這樣一個結合方式。那麼呢，由他們這一些精通政務對祖國忠誠的這些組成的這樣一種審查委員會來做這個，來落實這個精神的結合呢，我覺得是比較有意義的。